嗨，大家，我是 A 凤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我在整理频道影片底下留言的时候，其实心情非常复杂。我一则一则看着你们在前一只狗狗影片底下的留言。有一位观众说，送别女儿至今10个多月，不经意看着家里她熟悉的角落，眼泪还是会不听使唤的掉下来。另外一位说，毛孩走了快2年，想到依然心痛。每一则留言的背后，我都感受到一颗正在承受失去的心。我知道会点进这支影片的你，可能刚刚失去你的毛孩，又或是你正处在那个非常害怕失去的焦虑中。你可能会问自己，天哪，我怎么会这么难过？我是不是生病了？为什么过了这么久，我还是走不出来？有些时候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当那个时刻来临，除了哭，还能做什么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要稍微收起眼泪，结合我自己的经验，还有2本非常专业的书籍，动物也有来世今生和宠物终老前还能为心爱的它做什么，陪你一起想一件事，当它离开了之后，留下来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这支影片会有一点长，但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看到最后。影片的后段，我会分享一则有关柯基犬 Lucky 的真实故事，那个故事可能会稍稍改变你对离别的看法。首先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，悲伤不是病，不需要急着治好它。书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失去毛孩的痛是人生数1数2艰困的难题，这绝对不是夸张。书里形容宠物过世后，那种真实的感受往往会像海啸一样，在你毫无准备的状况下突然席卷而来。你可能会感觉到生活好像变了调，内心出现一个很大的空洞，甚至觉得原本熟悉的日常好像突然失去了秩序。那种说不上来的不安全感会一直跟着你。如果你的宝贝病了很久，你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早已身心俱疲，当他真的离开时，你可能会有一种很隐晦的感觉，好像松了一口气，但下一秒你又会因为这个感觉被巨大的罪恶感淹没。这2种情绪在心里拉扯，真的会让人非常折磨。我想告诉你，这一切都很正常。我们的社会常常有一种错误的期待，好像悲伤是有保存期限的，过一段时间你就应该要好起来。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，连悲伤都被要求要高效能结案。但亲爱的，这其实是不对的。像一片被大火烧过的森林，要回到鸟语花香的样子，是需要休养生息的。哀悼不是一个仪式，它是一个过程。所以，请允许自己有一段适应失落的旅程，不要急着赶路。而且我想让你知道，这样的悲痛不只是心理上的，它同时也是一种生理反应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胸口闷闷的，晚上睡不着，甚至很容易感冒，身体变得比以前虚弱。医学上甚至有一个名词叫做心碎症候群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承受巨大的悲伤时，身体真的会跟着一起受伤。不只是我们人类会这样，动物也是。这证明了一件事，悲伤不是脆弱，而是所有生灵都会经历的一种情感。我想跟你分享书里一则叫做肥肥的故事。肥肥是一只14岁的公猫，当它从小相依为命的同伴突然过世后，肥肥整个变了。它原本圆滚滚的大眼睛突然变得没有神采，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的食欲变得很差，甚至焦虑到会张口呼吸。当沟通师问肥肥怎么了，肥肥说：“我只想要倒头大睡，我没有想过失去他会这么痛，真希望这种心痛可以停止。”肥肥还说：“我的世界没有了光，全是黑暗。”你看，连动物面对失去时，都会经历这样身体和心理一起痛的感觉。所以，当你因为悲伤失眠、吃不下、身体觉得沉重时，请不要责怪自己，你不是太软弱，你只是真的很爱。在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。
去年3月，在面对阿碧离开后的第1个星期，是最难面对的。家里依然摆放着他的床、他的水碗，我每天看着他的照片，想念他。到了吃饭的时间，突然意识到再也不用为他准备食物了，那种感觉真的很不真实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天天都带着一束花到山上去和他说话，直到头7。当时的我其实很想逼自己赶快好起来，但书里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：悲伤无法走出，只能走过。而要走过，首先要愿意走进去。什么叫走进去？就是承认你现在真的很痛。心理咨询师说，想要结束痛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历痛苦，直到它被完整的看见、感受。如果你因为害怕崩溃而强行切断悲伤，其实你是在丢下那个正在受伤的自己。但这不代表你要24小时都陷在悲伤里。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双轨过程模式。简单来说，健康的悲伤处理模式其实是一种摆动，就像钟摆一样，一边是悲伤，我们允许自己大哭；一边是生活，我们去上班、去吃饭、去完成眼前的事。你可能白天看起来一切正常，到了晚上，悲伤却像海啸一样把你整个淹没。这不是退步，是你正在适应。所以你是有权利悲伤的，也请你允许自己在生活和悲伤之间来回移动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疗愈的必经旅程。在这个摆动的过程中，我想分享一个重要的心法，那就是对自己仁慈。既然悲伤是我们的一部分，那么对悲伤仁慈，其实就是对自己仁慈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就是不批判。当你发现今天自己又哭了，不要责怪自己；当你发现今天不想出门，也不要逼自己一定要振作。试着像以前温柔地照顾你的毛孩那样，也温柔地照顾此刻的自己。问问自己，现在是需要有人陪伴，还是想要一点安静的独处？真正的坚强不是切断感受，用说教压住情绪。真正的坚强是成为陪在自己身边的那个人，即使在情绪的风雨中，也不离开自己。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我在准备这集内容时最触动我的一段。这是一个叫做 Lucky 的柯基犬。Lucky 原本是一只健康的13岁狗狗，但在一个很快乐的假日，它突然倒下。从发病到离世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，这对它的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个完全来不及准备的告别。后来透过沟通， Lucky 的爸爸妈妈很想知道一件事：宝贝，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？你知道 Lucky 说什么吗？他没有要玩具，也没有要零食。 Lucky 说，我想要亲亲。他解释说，以前睡前爸妈都会亲亲互道晚安，但是现在家里变得好安静好冷，他希望爸爸可以为他抱抱妈妈，妈妈也可以为他抱抱爸爸，就像以前对他那样。 Lucky 说，我现在不在爸爸妈妈身边了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空缺，但我希望他们可以延续这个习惯，因为我爱的人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很多人以为毛孩离开后会充满遗憾或怨恨，但其实大多数的毛孩只有感谢。他们最挂心的从来不是自己，而是你能不能好好的。他们交棒的任务就是陪伴，以前是他们陪伴我们，而现在他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。除了哭泣，书里也提供了一些很具体、很温柔的方法，帮助我们慢慢的转化悲伤。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无助，不妨试试看以下这几件事。第一，制作一本毕业纪念册，不要只是把照片存放在手机里，挑选几张你很喜欢的照片，把它洗出来，结集成册，在旁边写下当时的人事时地物，也写下你觉得它哪里很美好。这是一种整理，也是一种对毛孩的肯定。第二，
写信给他，也写信给自己。你可以写信给他，告诉他这辈子我们的相遇，你带给了我什么样的意义。当过世的毛孩听见自己为这个世界带来价值时，他们会感到很欣慰。第三，交换优点练习。每天对着天空或是对着他的照片，说一个你最想念他的地方，也要说一个你自己觉得做得很好的地方。这是毛孩最希望看到的公平交易。第四，带着信物到处走走，不论是一小撮毛发、他的骨灰项链，或者是他最爱的玩具，让风、让阳光、让水声成为继续陪伴你的方式。我也分享一个自己的方法。阿碧离开后1周，家人还是很不习惯没有他的日子，所以我们定做了一只将近1比1的娃娃，就是这一只。当收到娃娃的那一刻，真的安慰了我们的心，尤其当替娃娃穿上阿碧的衣服时，那种感觉好像他又回来了一样。当身边的人失去毛孩时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要怎么安慰。书里列了几个千万不要说的话，像是他去了更好的地方，至少他现在无病无痛了，再领养一只就好了呀，不要难过了，日子还是要过。这些话往往不是安慰，而是让人更孤单。那可以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说我很难过听到这个消息，如果你想找人聊聊，我都在。或者什么都不用说，只是安静的陪着，传一个讯息，让对方知道他的悲伤被看见了。我们失去毛孩的人，很多时候并不是想要被治好，只是希望伤痛能被看见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，书里说，疗愈是一门艺术，需要时间、耐心和爱。失去毛孩，就像从生命里硬生生地撕下一块肉，痛是必然的，但请你记得，你是有权利悲伤的，也请你对自己仁慈。等到有一天，我们穿越生死，再次相遇，爱的连结会变得无比强大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，欢迎你留言分享你最想念你家宝贝的一件小事。这里永远是愿意陪你一起坐下来的地方。如果今天的分享有陪伴到你，欢迎你帮我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把它分享给需要的人。我是 A 凤，我们和毛孩的爱永远不会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